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安徽省肥西县的民船乡。这个前面呢，就是刘铭传的故居刘老围，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们看这边还有一个牌子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”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参观一下清末淮军将领、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私人庄园刘老围。刘铭传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，他是清朝名臣、淮军将领、台湾省首任巡抚、洋务派的骨干之一，更是深受两岸民众敬仰的民族英雄。这个刘老围呢，是始建于1868年，是刘铭传第二次回乡时所建。从187年到1884年，刘铭传辞官隐居，在这里住了13年。1884年，因中法战争爆发，刘铭传于危难之际奉命赴台，领导台湾军民奋力抗敌，而且以弱胜强，以少胜多，取得了基隆、沪伪两大战役的胜利，击败法国舰队的进犯。我们看这个大门上面写的是大潜山房，这个围堡对面呢就是大潜山，刘铭传自号呢大潜山人。这前面是钢叉楼，因故居对面大潜山有一老虎洞，因而建钢叉楼压斜阵围。刘铭传的后代一直都在这里居住，直到1950年，刘铭传的曾孙将刘老围献给华东军区使用，后来又交给安徽省军区管理。2004年，安徽省军区将刘老围交给地方政府。这里原有建筑、房屋数百间，不过解放后大多遭到了破坏，现成的不多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呢，大部分都是后来新建的。上次倒了呀，什么？毕竟时间长了。这上面有炮楼的地方。好的。这是围堡里的西更楼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刘老围占地大约有7万平方米，是由2道城墙和2道护城河围起来的。这边还有步枪的，这是过去的铁炮，可见当时的安全防护级别做的还是比较高的。这上面是2楼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这是西更楼的2楼，这墙上是对一些武器的介绍。在1854年，当时18岁的刘铭传就在乡里杀土豪，作为半团练。1862年，率本部团练组成的明治营加入淮军，为淮军成军最早、发展最快的主力营伍。这边也是一门铁炮。这个炮不知道是以前遗留下来的，还是重建故居时重新铸造的。这窗户外面就是护城河，这前面就是位于故居中心位置的中轴主建筑。刘铭传28岁就做到了武将的上县，以战功晋升直隶提督，是在淮军中仅次于李鸿章的人物。公保地，公保是官衔的称呼，地就是房屋宅地的意思。在34岁时，他就告老还乡了，在这里隐居了13年。门厅下面的这面墙上是对刘铭传的介绍：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，1885年10月台湾建省，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，呕心沥血6载，开矿山、修铁路，兴邮局电信，扶植工商，团结原住民，大刀阔斧地进行近代化的建设，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。著名台湾史学家连横誉之曰：述其功业，足与台湾不朽矣。也有学者称他为台湾的洋务运动之父。所以说，刘铭传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，就是在台湾度过的7个春秋，所作所为可歌可泣。刘铭传因排行第6，脸上有麻点，人称6麻子。曾国藩曾对李鸿章评价刘铭传：脸上有麻子，帅才也。刘铭传治台6年，创下了6个中国第一，
中国第一条运营的铁路，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，中国第一个邮政总局，中国第一张茶田账单，中国第一个驻外招商局和中国第一份外商合同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，清军溃败，清廷令刘铭传出山，刘因病重辞命。不久，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，刘铭传得知自己一生中花精力最大创制的台湾被割让给日本，忧思郁结，口吐鲜血，于光绪22年1月12日，在六安的刘兴维病逝。据说刘铭传死前还面朝东方高呼：“苍天啊，还我的台湾！”这里是中轴主建筑的后堂楼，这个玻璃下面应该是以前的地砖。后堂楼是2层建筑，是维保主人居住的地方。这1楼是用餐的场所，上面2楼呢是书房和卧室，这应该属于内宅了。在这个中轴主建筑两侧呢，都有遗址展示区。以前的地面建筑是没有了，不过以前建筑的地基呢，就在这个位置。中心建筑南轴遗址展示区。前面这位于故居西南角的，这叫西洋楼，为刘铭传在乡赋闲时呢所建。刘铭传虽然辞官回乡，赋闲在家，但是他深感边疆危机日重，所以注重研读西学，进研中外得失，由此喜爱上了西洋建筑，故建此楼，居住于内。这个西洋楼是砖结构，2层4间，这1层呢是居住，2层呢是书房。因为是维保主人的住所，所以呢也是整个维保里建筑等级最高的建筑。西洋楼前面的这棵广玉兰树，树龄大约有150年，是当年慈禧太后赐给淮军的，后来被刘铭传等淮军带回栽种。刘铭传甚为珍爱，其家人把它视为镇宅宝树。刘铭传故居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。听说这附近呢还有刘铭传的墓园和刘铭传纪念馆，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看一下，这里是免费参观，不需要门票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